啊，木工，这也是敖乙的一份心意，都是些摆饰物，还请木工收下吧。这不合规矩，若让人见了，那真是……啊，木工稍等。李长寿对敖乙传声道了几句，敖乙立刻低头答应了一声，转身化作一道红光，落在了南天门处。咣咣，又是几只大宝箱送出去，砸在那几名天将面前。敖乙的一份心意，还请诸位今后多多关照。随之敖乙转身飞回，完全不给天将们拒绝的机会。东木公此时已经明白了，这大概就是龙宫主动送礼为上天铺路环节，心底对眼前这位海神敬佩更增了几分。那我就收了。东木公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，李长寿含笑眨了眨眼，东木公干笑着说了两句下不为例。接下来飞去凌霄宝殿的这一路，只要遇到天将，敖乙就上去送一箱不成器的装饰品。空旷的天宫中响起了这怎么好意思呀？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只是一些见面礼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一时之间，从南天门到凌霄宝殿的云路上充斥着欢快愉悦的气息。快到凌霄宝殿，李长寿又是眼前一亮，看到了玉帝化身与几名天将结伴路过。李长寿都不用对敖乙使眼色，后者就已经是跑了上去，在储物法宝之中搬出了几箱宝物，口中说着：些许见面礼，敬请笑纳，以后多多关照。玉帝化身也是有些纳闷的对李长寿眨了眨眼，李长寿笑着点点头。随之本是来看看谁敢光明正大收礼的玉帝化身顿时明白了一点什么。长庚爱卿之举动应有深意，龙族送出礼物，便觉得跟天庭关系亲近了一些，倒是吾此前并未考虑到这般，而且送的都是些摆放装饰之物，龙族也是有心了。于是这玉帝化身轻笑着道了一句：这次就算了，天有天规，下不为例。敖乙笑着点点头，对这位不知名的路人甲抱拳拱手，笑着跑回了李长寿的身后。玉帝化身暗中点头，倒是一条不错的小龙啊。又过了2重天，飞过9重玉门，悬浮于一片星空之下的凌霄宝殿赫然在望，其内百仙汇聚，殿前天兵如素。踏上殿前那999级白玉阶，敖乙莫名的有些紧张起来。李长寿传声鼓励他几句，随后左手轻提长袍下摆，右手端着白净拂尘，射击而上。此正是本自山中逍遥客，凌霄殿内拜帝君，位列周天称正道，长生在望避封神。半个时辰后，飞去通明殿的云路上，李长寿对敖乙传声道：感觉怎么样？天帝陛下竟是如此年富力强，而且天帝能这般关心龙族，也让敖乙心底万分感慨。李长寿温声道：凡事啊，不可只看表象。敖乙，你要学会分析一件事的内因。天帝对龙族这般关切，其实是瞧上了龙族在洪荒中的影响力。若是龙族能够入天庭编制，此时起步不久的天庭定会名声大振，这就是天庭相助龙族的动机。敖乙闻言若有所思，传声回道：哥哥说的这些敖乙是知道的，但这总比那些得不到我龙族效忠就暗中出手加害的人强了何止万倍。李长寿甩了甩拂尘，并未多说什么。这次凌霄宝殿中拜见玉帝，李长寿也没得什么太大的好处，也就是得了一只可以随时调动10万天兵的虎符，又得了一面可以在天宫各处随意行走的令牌，特许不报而进凌霄殿，完全就是普通权臣的待遇。去了通明殿中，几位通明殿值守的仙官也是颇为恭敬，
迅速办好了各项事务，入了仙籍，领了令牌，选了府邸，还领到了3000天兵作为第一批海神的水军。李长寿趁机了解了一下天庭如今各方面的编制情况，发现天庭不只是正神之位欠缺，各处应有的守备力量也有巨大的漏洞。整个天庭应有驻守天兵是在300万余，如今各处加起来却只有100万。9重天每一层都十分广阔，下3重天还是天人所住之地，对应6道轮回中的天人道。天人们寿元都是1000年起，修仙资质较好，是天兵的重要兵源。从天庭到地府，李长寿能够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，这或许是道祖红军合天道之后构建出的3界神权体系。但是天人的生育率总是提不上去，天庭也受限于此，天兵完全不够用。天庭想要崛起，必须要多管齐下。不过这些李长寿也只是想想，并不会主动去说，除非是圣人老爷给的任务，或是自己需要借此赚功德。平白给自己增加因果之事，李长寿绝对干不出。李长寿的心底突然就有了明悟，太清大道产生了一丝丝扰动，李长寿的心底凝成了一个字眼：来。这是……李长寿精神一振，一旁的敖乙顿时有些纳闷了。当下李长寿不敢怠慢，问明兜帅宫在何处，便带着敖乙朝着兜帅宫而去。敖乙忙问：那不是圣人老爷化身的道场吗？李长寿道：不要多问，不要多看，也不要多听。是。敖乙如临大敌一般，整条龙都紧绷起来。然而他还没有飞到兜帅宫，就在云路上看到了不远处有一片旺盛的豆苗田。确实是豆苗田，这是李长寿献给天庭魔改出版的撒豆成兵神通，以及优良的杂交鲜豆之后天庭开辟出的种豆区域。此时的天庭空旷得很，这片鲜豆苗也算是给天庭增加了几分绿意。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在豆苗田中扛着锄头满头热汗，也正看向此处的那名青年天将。敖乙一剑就上了头，清秀的面容顿时涨红，下意识的就抓出了自己的宝剑，噌的一声就拔剑出鞘。变装？李长寿也是有些懵，仔细看了2眼，感受了一下对方的气息道韵，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看错。这家伙不是天涯阁的少东家吗？怎么会在这儿种豆豆？敖乙，李长寿传声提醒一句，对风景有点上头的敖乙顿时醒悟了过来，立刻收起了手中的长剑，微微皱眉。教主哥哥，此人怎么在天庭？我也不知。李长寿传声道，先去兜帅宫中拜见了老君，再过来问他此事。敖乙点点头，与李长寿继续赶往兜帅宫中，面色也渐渐平静下来。兜帅宫前，一名童子早早等待，言说老君让长庚入内。敖乙也知李长寿本是想带他一同去拜见圣人化身，但是圣人化身明显不愿见他，忙道：哥哥快些入内吧，我在外等着。无他，机缘未到罢了。李长寿进兜帅宫前，还特意的传声叮嘱敖乙，让他不要乱走，就在此地等候。敖乙也郑重地答应了下来。当下李长寿端着拂尘跟在那童子身后，走进了那一扇只打开一条缝隙的大门。踏入兜帅宫，李长寿倒是稍微的有些意外。他心底所想的兜帅宫应是有玄妙阵法，各处飘着成精的灵丹，地上跑着先天灵根化作的道童等等等等。但是到了此处，只见一座大院，一座勉强算得上是大殿的大号楼阁，几棵半蔫不蔫的天庭常见灵树。
李长寿仔细的感应，又察觉到了一缕晦涩难明的道韵，似有似无，充斥着整个兜率宫。圣人化身的道韵，四舍五入，这也就是圣人道韵呢。李长寿的心底一阵轻叹，莫名就对前方殿中还未见到的存在泛起了浓浓的敬意。正此时，前方传来干咳声，一道熟悉的身影推开殿门，对李长寿含笑挑眉。大法师，而且还是带着几分睡意，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的大法师。大法师开口调侃：小莹啊，老君让你去接人教弟子新晋海神，你怎么领回一个纸人？纸人？那童子好奇地打量着李长寿，李长寿也下意识看了眼自己的身体，发现纸道人并无异样。随之李长寿明白了过来，这是玄都大法师在护着自己，先一步调侃几句，让老君不会为此事不喜。话又说回来，小银是那个憨憨的银角大王，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？是那个吗？李长寿看脸这个可能不太聪明的童子，温和一笑，就连忙向前对着大法师行礼。弟子本体想要专注于修行之事，早日结金仙道，故以化身上天相助玉帝陛下。这个大法师您此前也同意了不是？玄都大法师顿时笑眯了眼。进来吧，老君已等了你半日。李长寿对大法师发去眼神交流的请求，却被大法师一个眨眼的动作切断了，反馈给了李长寿一颗安心的笑容。总之进去之后，二话不说先磕头，圣人说啥都是对的。稳妥起见，自己也必须抱有一分怀疑之心，充分考虑到大法师恶搞自己，此地可能是假的天庭，这有可能是自己修行时误入梦魇等等可能，多拜一拜总归没有坏处。大法师转身进了殿门，李长寿在后头低头跟上。进去之后，一眼就看到了那尊十分显眼的紫金八卦炉，这炉子颇大，几乎占据了半个大殿。第一眼看着炉子，李长寿心底冒出的就是漂亮二字。这八卦炉的外形如此迷人，每一段曲线都暗合大道。第二眼来不及细看，李长寿的注意力已经转到了八卦炉前端坐的那位老者。该如何形容这位老者呢？初一看平平无奇，再一看慈眉善目，第三看童颜鹤发，第四看道静无极。但是闭目之后，心底竟然无半分印象，关于老君的形象留都留不住。弟子李长寿拜见老君，今日弟子以指道人前来，请老君恕罪。老君似乎笑了，又似乎并未笑。坐。李长寿像是听错了一般，愣了刹那，才起身朝着前方凭空出现的蒲团坐去。老君又道：今日传你丹道3篇。多谢老君。太上老君缓缓颔首，又看向大殿后门处，刚要迈步溜走的某位大法师。回来。弟子来了。大法师答应一声，默默地走了回来，努力露出几分平和的微笑。老君，弟子不喜炼丹。又有一只蒲团出现在了李长寿的左前方。大法师虽然嘴上说不喜欢，却也只能老老实实地端坐其上。这座位的位置也是大有深意，但是李长寿自知能坐在此地已经是得了老君的认可。老君双眼微睁，静。大法师的身体坐得更直了一些，似乎想在李长寿面前继续维持一些这个道门大师兄的威严。李长寿的心底暗自嘀咕，这大法师怎么像是有些怕听老君讲道呢？今日老君要传授我炼丹之道，这应该不会引起我金仙劫，而且老君要传道，
我绝对不能拒绝。金仙节提前也是无可奈何。很快李长寿就明白为何大法师要偷偷溜人了。老君讲道并不开口，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。掌心出现了一朵缓缓旋转的青莲，这青莲飞出2片花瓣，一片消失不见，一片印入了大法师的额头。大法师浑身颤了2下，直接就倒头昏了过去。这李长寿还没有来得及眨眼呢，心底泛起了几分明悟。小琼峰地下密室角落花瓶中藏着的本体睁开双眼，一片花瓣遮掩了他整个世界，落在了他的额头。砰的一声，花瓶破碎。李长寿的身子趴在密室角落，身周被一缕缕道韵包裹。而在李长寿的心底冒出了海量的炼丹之术。这已经不是醍醐灌顶了，这整个就是强行把大海里的水塞进了小鱼塘啊！这个鱼塘还安然无恙，开始被动地接纳起来。圣人手段当真是玄妙。李长寿还没有来得及多想呢，心神就被完全地扯入了丹道之中，被水淹没，不知所措。这一淹就是3年而过。